Hello，大家好，这里是 Mona。那么本次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咱们兰斯洛特的详细测评了。之前已经发了一个开箱了，所以说这边的话开箱，然后以及板件的展示，那在这个视频里面就不多说了，直接来看骨架部分啊。这次的骨架的话也是有新规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手臂以及胯部，还有胸部这边的零件都是用了以前的一些零件，比如说它的胯是跟以前的阿基里斯是基本一样的，然后胸部这边的部件的话跟格雷斯也是有些相似的。腿部这边的话是有新规零件的，头部也是新规的，只能说它是有新规零件啊，但是不多。你也可以看成一个全新的骨架，这也没有关系。在拼装过程中的话，说明书有2处问题，这边应该是 H1，这边是 K1，它这边应该是印刷错误了，不知道大货那边会不会修复。那么装上外甲之后的效果大概就是这样子了，整体的组合度骨架会偏紧一些，就跟往常的差不多。需要大力金刚指，或者你直接用玻璃钳，不然的话可能会3红哦。外甲的话会比骨架要顺畅一些，基本就是稍微用点力就可以了。但是因为它是有这个预组装的漆面嘛，再加上零件比较小，所以说你安装的时候需要用点力，并且因为零件太小了，可能不太好用力，最好是找一个角度或者用镊子夹一下。本次是分了2种头啊，也就是2个天线，一个是牛角的，一个是普通的天线。也对应它的2个形态，一个是强弓型，一个是速弓型。兰斯洛特的高度的话，跟钢林铠基本是差不多高的，两者都是有角的嘛。在身形方面的话，也是跟钢林铠很像，腿型的这边的铠甲会比较大，手臂这边也是有一个大肩甲，加上一个手臂的臂甲。而跟高文的话就会完全相反，高文的铠甲会比较小一些，整体会偏瘦弱一些。兰斯洛特的主要颜色还是以白色为基础，加上紫色为点缀色，再加上一些透明件以及金色的香槟金。这次没有了黄色，说实话质感确实是好上了不少，整体的配色给我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但是水口位置的话就没有那么友好了，有些水口比较刁钻，我这边是没有修水口的，方便给大家展示水口。可动方面，头部这边可以看到，它这边的左右转头的话，因为有这个紫色零件的原因，所以说转头的幅度并不大，抬头幅度一点点，低头也是一点点，整个头部的活动范围并不是很大，侧摆也有一点点的幅度。手臂这边的话，因为有这个白色零件的原因，所以说整个肩甲是没有活动范围的，不能动的。整个大臂360度旋转是没有问题的。小臂这边360度旋转也没有问题，但是这个装位比较紧啊，小心不要断装了。手臂屈肘幅度还是十分可观的，基本可以摸到肩膀了，这个幅度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肩甲没有可动的原因，所以说这个手臂的平台基本也是没有的，完全没有平台的范围。在手臂这个外拉之后啊，它会有一点点的平台，就是靠这个外拉出来的这个关节来进行一段的平台。这个平台幅度的话也并不是很大，同时拉出之后的话，整个手臂也可以前倾后倾，这个幅度的话还算可以。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白色零件进行一个拆除之后，再将这个手臂装回去，那这时候肩甲就可以活动了，整个手臂也可以进行一个平台。因为它这个骨架用的是之前的嘛，只是因为那个白色零件让它不能这个活动。腰部活动，首先先看向前的弯腰，幅度还是不错的，往后的弯腰效果大概是这样子。同时这边会有一个大的穿帮啊，所以说你如果弯的过大的话，会有一个大穿帮。侧腰部分效果这次十分不错，给我带来的是有一点惊艳感的。它的侧腰是分为了3段式的可动，可以看一下，它大概这边1层，上面还有2层，侧腰效果是十分不错的。在裙甲这边的侧裙甲进行一个避让之后，那它整个腰部也是可以进行一个360度的旋转的，但是这个装位的话会比较紧，转的会比较深色。裙甲部分的话，这次的裙甲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基本就是正常的活动范围，这样进行一个前后的避让，这边也是一样的，一个拉出可以进行一个避让。这个裙甲跟阿基里斯的也是很像的，啊，后面这边裙甲也是沿用的跟阿基里斯差不多的。腿部方面，前踢标准的90度，甚至隐隐有超过。后踢也是标准的90度，完全没有问题的。腿部平台在不进行裙甲避让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幅度。裙甲进行避让之后，这边大概可以达到标准的90度。腿部进行下拉之后，前踢就可以远远的超过90度了，这个活动范围还是很不错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后踢的话也是可以远远超过90度的，在裙甲避让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大腿根部也是有一定旋转的，理论上它是可以进行360度的，但是因为这个装位比较紧，建议是不要多掰，以防断装。腿部弯曲大概可以看一下，因为后面有这个铠甲的原因嘛，所以说腿部弯曲的幅度并不是很大。这边也可以跟钢铃铠对比一下，它俩因为铠甲的原因，所以说弯曲幅度是差不多的。而跟高纹的话，高纹弯曲幅度就会比它大很多。腿部后面这两个蓝色的透明件也是有一定的活动范围的，可以自由的活动。脚部这边的话，整个脚这边是可以进行一个旋转，但是因为这边有一个这个白色零件的原因，所以说不能360度啊。脚尖部分这边也有一定的左右侧摆的接地性，大家可以看一下，侧摆的幅度还是不错的。同时，它脚尖也可以向下，可以一定的向上，幅度不是很大，但是也是有的。同时，整个脚也有一定的左右侧摆，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脚也是有的。然后上抬也是有一定的幅度，整个脚也可以向下，向下的话会比较紧啊，这个关节。脚上方的这个白色零件也有一定的活动范围。在武器方面，本次配备了一把巨大的斧头啊，这个斧头上面还有金色的玉涂装，也就是香槟金啊。斧头大小这边可以跟人家对比一下，整整比这个兰斯洛特高好多，甚至你可以拿它来跟复仇女神来对比一下，甚至到了复仇女神的头这边，给复仇女神用也是完全可以的。武器的安装方法也跟前面几弹一模一样啊，就是将这个白色零件拆下来，然后再卡上去，前后都可以卡，卡上去之后再将这个白色零件装回去，就完成了武器的安装。然后你再将这个手臂的这个手型零件安装回去就 OK 了。安装好之后的效果大概就是这样子了，效果还是可以的。同时还附属了一把双刀，这个双刀的话是它另一个形态，也就是速攻型的形态使用的。双刀可以进行折叠，然后这边有个孔洞，用来连接背包用的。双刀一共2把，刚好是背包的左右2个。同时还附带了2个推进器，这个推进器这边有一个喷口的细节啊。两边的白色零件是用了一个卡扣的安装方式，这边也可以打开，展开之后的话，可以像一个盾牌一样进行一个防御，也可以收纳在一起，总共有2个。接下来来到背包部分，背包部分这次是有2个大的透明件啊，这个是类似一个披风的效果，但是这里会有一个点，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给你看一下，它这边这个披风这边这个水口会比较大啊，然后建议的话是不要用普通的剪钳，也就是不要用普通的双刃钳或者单刃钳。建议是直接上小蓝钳啊，不然的话你剪这个可能会崩刃。剪下来之后的话，我们再进行一个打磨或者直接上锉刀。我这边是直接用了一个抛光锉刀，不锈钢的，直接来搓的。透明件是带有荧光效果的，紫光灯照射会亮，同时也可以多角度的进行一个活动。这个背包活动范围还是蛮大的。同时，这个前面说的推进器可以用来连接，安装在前面的这边2边的孔洞上，将其打开。然后对准这个孔洞，然后将它插上去就可以了。另一边也是一模一样的。安装完之后的效果大概就是这样子了，一个对称式的设计。背后这边的话也是有一些喷口的细节的，大家可以看，也用了金属玉涂装以及透明件的细节。之前提到的这2把双刀也可以进行收纳，安装在这个背后，对准这个装位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了。这个也是他用斧头进行那个肉弓形态的时候啊，就不用这个双刀，双刀就可以收纳在这个背包上。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它这个装位的话会比较松，你看这样摇一下的话可能会掉下来，建议是在这个装位上面涂一点胶水，或者用关节加固笔涂一下。安装方式也是一样的，对准这个孔洞，将这个背包装上去就可以了。当然老传统了，因为背包接口是通用的嘛，所以说装上高纹的背包也是可以用的，并且2者的透明件的颜色也是一样的，所以说还是蛮搭的。效果大概是这样子，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最后咱们来到总结部分。首先这款产品的话应该是 SNA 系列的第5弹，也是圆桌骑士第5弹。兰斯洛特作为是圆桌骑士里面也算是最有名的圆桌骑士之一了，他在设定里面也是前面几个高文、格雷斯这些的队长，就是队长级，所以说他的搭载、武器以及设备都是比前面几个要丰富一些，有双形态的更换以及一个巨大的披风，还有巨大的斧头武器配件，2把双刀。同时这次他也是唯一一个这5个里面唯一一个给了金属玉涂装的，没有了祖传的黄色零件。这次的话骨架组合度还是一如既往偏紧的，所以说可能需要借助一些工具或者用大力金刚指。外甲安装的话会比较顺滑一些。同时这个唯一让我觉得比较槽点的就是它这个披风的水口是偏大了一些，如果用普通的剪钳可能会崩刃，这个需要注意一下，不知道大货会不会调整。
然后关于它的定价的话，这边也是比较乱啊，所以说我这边也就是按咱们店铺来算，咱们店铺的话还是45元的标准定价。那么加上春节嘛，因为它刚好是快过年的时候才出货，所以说可能加上一些运费以及一些运价，所以说价格不太确定。那我这里按照咱们店先行预定的那第一批是45元包邮的嘛，所以我这边就先按45元来算。如果你是45元拿到这个产品，那这款的设计以及这个定价，那我觉得它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它继承了 SNA 加一贯的风格，锐度不错的板件，这次还给了玉涂装的漆面，同时还有大量的透明件。我觉得这次的诚意其实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如果咱们如果价格是合适的话，那还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如果价格偏高的话，那大家也可以观望一下，毕竟这个玩胶嘛，是吧？大家可以根据喜好来定。如果特别喜欢的话，那么高追也不是很大的问题。那么这款的设计的话，大概就这样子了。制作视频不易，希望大家多多3连，咱们下期再见。